根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近日，美国下一任空军部长提名候选人肯德尔在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中称，将支持美国空军在未来几年采购145架 B-21轰炸机。B-21是美国正在研发的新一代隐身轰炸机，用于取代美军现役的 B-2轰炸机。据获悉，目前美军拥有的现役隐身轰炸机 B-2的数量为21架，此外还有76架 B-52H 以及45架 B-1B 轰炸机。相比之下，中国拥有轰6系列的轰炸机超过200架。按数量来看，美国的轰炸机反而不如中国，因此美国一直计划将美军的轰炸机队短期扩充至220架。而这145架 B-21轰炸机将加速老飞机的退役，从而成为美军真正的轰炸机战力。美国为啥要这么多 B-21轰炸机呢？肯德尔直言，造这么多 B-21就是针对中国与俄罗斯。肯德尔表示，145架 B-21是合理的数字，对于对抗如中俄等实力接近的对手，穿透敌方严密防空网以发动打击而言，目前来说 B-2仍是美国空军最有力的轰炸机。而 B-21轰炸机正是以 B-2的战力为基础，特别用来对抗正积极研制隐形战略轰炸机的中国。换句话说，美国要造如此数量的 B-21轰炸机，主要是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而这个威胁或许是被轰20给逼出来的。不久前，因为国内一本军事杂志中出现4张电脑绘制的轰20设计图，引起外界热议，尤其是一些境外媒体直言中国的隐身轰炸机轰20外观被曝光。不过，随即我国官方辟谣称，境外媒体称轰20被曝光实际上是炒作，杂志图片并非代表官方。很显然，境外媒体在利用此事进行炒作，意图将一个彻彻底底的假消息进行包装，并达成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也就在这不久后，美国人就提出要狂造145架 B-21轰炸机，这似乎正好是借轰20的假消息来扩充自己的战力。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像 B-21这样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其实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隐身战略轰炸机对于攻打小国来说，不能真正发挥用途，而用于日常威慑行动的话，非隐身轰炸机更能派上用场。其真正的作用是对大国进行战略威慑，就是让大国知道你有这样的武器。因此，对于我们而言，美国人不管造多少架 B-21，其实都不用被吓到。我们需要谨防新星球大战陷阱。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就搞出了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制定了一系列夸张的军事项目，成功迫使苏联不得不同样加强自己的军备建设，并最终拖垮苏联。而事后证明，星球大战计划绝大部分都没有下文，目的就是来欺骗苏联的。因此，到了今天，美国人可能会故技重施，而我们也不要被带偏，跟着自己的速度来就好。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喊出，所有人都想咬我们，或者从我们身上咬掉点什么，但他们要知道，我们会敲掉他们的牙齿，让他们不能咬人。面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俄罗斯造成的压力，普京继续以强硬姿态回击他的对手。而我们都知道，普京可不是说大话，他能强硬，那是有着自己的底气。那么，普京的底气又是什么呢？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5月24号，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一份新的数据。该数据评估了美俄双方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背景下现有的核弹头以及核载具的数量。根据莫斯科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3月1号，俄罗斯方面在洲际导弹上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为1456枚，而美国则为1357枚。俄罗斯战备状态下的核弹头比美国还多了99枚。此外，俄罗斯拥有517枚洲际弹道导弹，分布于陆基导弹、核潜艇以及重型轰炸机中，而美国则拥有651枚洲际导弹。俄罗斯拥有已部署与未部署的核载具为767具，而美国是800具。在核载具方面，美国则比俄罗斯有优势。实际上，上个月的时候，美军方面也公布了美俄部署核弹的数据，与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没有差别。毕竟这个数据经过了两国的核对，也是为了符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布的数据是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的核弹数量，还有未部署的核弹数量要更多。外界认为，如今俄罗斯核弹头的总数量在6000枚以上，要比美国多了近1000枚。从数据上来看，俄罗斯的核力量与美国基本上是同一级别，这也就是俄罗斯虽然在各个方面都难以和美国抗衡，但是在军事上从来都敢与美国正面硬刚的原因所在。而在喊出敲掉对手的牙齿后，普京随即表示，在所有核大国中，俄罗斯拥有最先进的核威慑力量。由此可见，莫斯科公布数据，这就是普京敢叫板的底气。作为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咱们中国也面临着抉择。目前外界评估中国核弹头数量大概在300枚左右，远不及美俄。那么中国核力量还要继续发展吗？此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就提议过，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核战威胁，中国需要尽快把核弹头数量扩充至1000枚。
胡主编的这句话也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国扩大核弹头数量将会引起美方的强烈反响，使得全球再度陷入核战阴影中。也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核弹头数量很少，无法对美国起到完全的核威慑。若想让今后的日子更加安稳，增加核弹头数量势在必行。对此，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根据美国军事网站消息，美军将在今年夏季举办一次名为大规模演习2021的海上军演。从这名字中，咱们就能看出，美国是要把这次的演习搞得声势浩大。就像美国媒体说的那样，美国将举行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根据报道，为了此次演习，美军将动员2.5万人与80个单位，军演区域跨越了17个时区，包括在美国本土、太平洋、欧洲、非洲部署的美军都将参与其中。如果大搞声势，美军又是给谁看的呢？美军上将表示，此次大规模军演是展现美军在极限状态下作战动员能力，目的是为了威慑战略假想敌。而这个战略假想敌是谁？答案也显而易见，无疑就是指中国与俄罗斯了。恐怕也只有这两个对手值得美国人大费周章。况且中俄两国在战略上已经达成合作，美军出动如此动员力量搞军事演习，这是很罕见的。而这样大的势头，也让人想起苏联曾经搞过的西方81军演。在1981年，苏联集结陆海空50万大军以及上万辆坦克，在波罗的海沿岸搞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演习。当时西方惊呼，只要苏联人愿意，便能在1周内占领整个欧洲。然而别忘了一件事儿，想想在西方81军演的10年后，苏联又去了哪里？1991年，红旗在莫斯科降落，庞大的苏联顷刻之间轰然倒下。而打败苏联的并不是西方的枪炮，而更多的是出自于内部原因。由于苏联长期投入重工业，却轻视轻工业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结构逐步走向畸形。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美国，在其光鲜的外表下，同样掩藏着风险。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美国如今正在成为一个臃肿的金融帝国。美国人把自己的工厂搬到第3世界国家，然后操纵金融从全世界吸血。既然在华尔街躺着就能舒舒服服地赚钱，美国人自然也就越来越不重视实业。如今的美国与当初的苏联存在一个相似的弊病，那就是缺乏工业造血能力。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实业兴邦，意思就是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而美国长期轻视制造业的后果，便在这次的疫情中就得到了集中体现。制造业的外流为国内阶级矛盾的爆发埋下种子，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暴乱丛生。美国意识到中国作为全球第1工业国的潜力之大，对中国产生了害怕心理，不断去遏制中国，用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威慑中国，并把国内的种种矛盾试图转嫁到中国头上。可问题是，美国今天的现状又岂是中国造成的？现在美国还能拿出庞大的军队，展示自己依旧是地球最强，无人能震撼，但其内部的堡垒已经出现松动，苏联就是最好的借鉴。